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我是钱子，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中美终于要谈了吗？这个时间定在5月8号跟9号，地点在瑞士。这是中国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要到瑞士去跟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会谈。好了哦，那外界也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希望他们谈一个结果出来。可是是谁邀请谁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哦，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说法是说，作为美中经济的中方牵头人哦，讲的是哦，将在期间与美国的财政部长会谈，然后他充分考虑了全球的期待、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中方决定同意哦，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文字的描述，同意跟美方进行接触哦。那意思大概就是因为美国一直来要求啊，全球也都在期待哦，大家都在敲边鼓，所以同意了，点头了。好，那我们看看何立峰。他说这是美方主动邀约的，新华社的报道也是这样啊，说美方高层不断就调整关税啊，相关的措施啊，希望并且透过多种管道主动向中方传递讯息。最后中方点头了，大概中国大陆是这样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财政部长怎么讲啊？他告诉福斯新闻说，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的会议着重降低紧张局势，而非达成重大协议贸易协定。在往前迈进之前，必先缓解情势他说这个是一个缓解情势的一场这个会面。那川普是说川普讲了，川普说是他们想见面谈判，他嘴巴是不想要退让啦。他说是中国想要见面谈判中方多次表达希望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与会面，将在合适的时间跟他们会面大概从这个各方的外交辞令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谁比较急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他打这个关税战有没有翻车美国3月的贸易逆差来到了史上的新高4.24兆，大家拼了命进口各种的货品让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变得这么高，大概是台币4兆2400亿元，美金是1405亿美元。那所以很多人都说天哪，你本来想要这个减缓或是消弭贸易的逆差，结果变成逆差更高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股市还在不断的跌包括我们看到 FED 的决策前市场非常的紧绷，美国的财政部长也警告美债现逼近了警戒边缘时间点还没有明朗所以这个美债也在旁边一直逼迫着美国可能要做一些决定。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是怎么样来准备的呢？他们降息那我们看到包括降低这个存款准备率0.5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A 股这个上海 A 股A 股3大股都开高这个股票我们看到他们今天都涨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很多的工具，当然各国都在用，可是呢像是 AI 这件事情，因为是现在最重要的产业，所以在关税战的这个大帽子底下业者非常紧张。那传出川普终于要宣布这个所谓的加征晶片的关税的一个数字据说是要到25%到100%这个数字大家看起来也都不漂亮，会很害怕，也很担心。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我刚刚讲了要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见面了嘛他说不希望跟中国全面脱钩，可是在半导体这个部分他希望脱钩也就是说半导体包括药品这些他们希望可以带回美国来做，那其他的部分他们还是跟中国大陆有很高的依存，所以不要脱钩。那黄仁勋说话了，他说中国大陆的 AI 市场2年内会飙500亿美元，如果你叫我们厂商全面弃守，我们受伤很重
他是接受 CNBC 的专访时候说到的。他说，中国的 AI 的产业的规模在未来很快的增加啊，他们发展非常快哦。如果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市场，将会是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莫大损失。他其实不断的在做一个警告。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这样的发展，可是美国当然要更防止哦，包括一些比较鹰派的议员哦，还在提案说我要追踪你 NVIDIA 的晶片的售后的位置，你不可以偷偷卖，我要阻止先进的晶片被偷渡到中国哦。所以现在的大氛围是这样，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相对于2018年的第一次的中美贸易战，这一次中国不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节奏上面掌握得非常的好。怎么说呢？第一个谈判本身你也不能让对方到最后绝望，因为到了绝望可能就无得谈了。但是呢，也不能如对方的意，你要什么时候谈，我就配合你。所以到底谈判该早一点、晚一点，该快还是慢？这个节奏是要拿捏的。这一次，中国选择什么时候跟美国的代表开始接触，记住哦，是接触哦，接触不代表一定有协议。据我估计这一次中美之间的关税贸易谈判，至少得接触个大概5次左右，才会有最后的协议完成。我们来看看几个现在算是盟友吧，或者叫类盟友日本大概要进入第3轮了，也已经由斥责亮正到现在加藤胜信也开始出马了，最后可能石破茂最后也会亲自登场。那韩国呢，以他6月3号要大选，他把整个谈判把它要拖到7月，有了新总统上任再谈。那欧盟的部分呢，也进入了第2次的谈判，第2轮的谈判。那至于加拿大，卡尼已经顺利的带领自由党，已经赢得了选举，而且也已经跟川普在白宫也已经开始进行第1轮的谈判。这个时候，在美方强烈的要求之下，当然差不多到了该跟美方接触的时机点了。好，那第2个是接触的地点。接触地点的话，两方寻求公平就在第3地。第3地选择在瑞士，而不是在北京或者在白宫。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的选择，作为第1回接触是正确的。好，那么在这个谈判里面呢，为什么说时机掌握得很好，节奏掌握得很好？因为现在数据出来了，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很明显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的逆差，贸易的逆差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而且它的财政赤字很明显的也增加了，而不是缩小了。它的美债的债务的负担也是更加严重了，而不是减轻了。再加上是国际货币基金 IMF 已经调低了美国的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而中国反而微微的上升了0.1%，所以数据出来了，对中国有利。再者，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两边的央行的态度。明天的凌晨，美联储联准会他就要开会，决定到底要不要降息。据我所了解，联准会美联储的理事们目前倾向于是不降息的，但是会不会采量化宽松，会不会采 QE， 那这个是有争议点，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了，它的流动性已经到警戒线了，已经不足了。可是就中国来讲，中国昨天已经降息降准了，降息让这个景气能够好起来，降准那就是增加流动性的供应嘛。
而流动性多了以后，那民间当然有充裕的资金，所以今天整个 A 股都上涨，而美股呢这几天频频下跌，再加上整个美国经济的萎缩越来越明显了，不但经济萎缩，失业率提高，供应链断裂，而且呢，它的通膨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数据的呈现，就央行所采取的做法，当然中国相对有利嘛。大家看看川普一天到晚在制造谣言，说中国希望跟他谈，又说中国早已经在开始谈了。现在证明都在说谎，没错。你趁着川普美国现在心里很焦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派出何立峰来谈，何立峰要比2018年的刘鹤，还要有能力，再加上何立峰在厦门大学念博士，就是念国际经贸谈判的哦，所以他熟悉。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何立峰就担任当时厦门市的财政副局长，后来升了局长。后来习近平做了福建的省长，他又做了福州市的市委书记，所以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非常的好。所以习近平一上任就把他调去做国家发改委的主任，现在是国务院管财经的副总理，所以也是派一个完全可以信任、又有能力、又熟悉国际谈判事务的人来做这一次谈判的主角，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赖老师，这一轮的中美的接触啊，那很明显的大陆这边掌握了主动权啊。道理很简单，何立峰这一次到瑞士去访问，是应瑞士政府的邀请，去了4天，不是1天，也不是2天，所以不是专程为了跟美国谈判而飞到瑞士，他是应瑞士政府的邀请。那4天的访问里面，各位观众朋友，你想会见到瑞士的最高的领导人，还有各界的人士。4天里面，事实上就会安排了很多的活动。那一个这么高层级的政治局委员啊，然后又是一个这个副总理，又跟习近平这么接近的人，各位想想看，他到瑞士去的时候啊，那这个绝对不是说突然间告诉瑞士说我要来了，绝对不可能，那是很早就在于双方之间、中瑞之间已经在磋商，然后最后成型。而且呢，他去了4天访问之后，在12号的时候就飞到了法国去了，到了法国再经过5天的访问，那5天是跟什么呢？是中法的金融的会议。所以这是一个欧洲的一个行程，也就是先到瑞士，再到法国去。中间突然间通知美国说可以了，你要谈，那我们就来谈吧。那所以对于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来说，他显得很被动了，因为他等于是被通知说你可以来，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等于是专门飞到瑞士。跟一个在瑞士访问中抽出一个时间跟你贝森特第一次接触，你想谁掌握主动？当然就是中方掌握主动，而不是美方嘛。所以贝森特就显得很被动。我想这是第一次。第二个呢，就是大陆的态度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越来越不耐烦，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了。为什么？因为到了5月9号的时候，已经过了1个月了。那它只剩下2个月而已，只要60天，因为它原本的关税就是对等关税的启动日是暂缓90天。川普已经放出话来说，跟日本、韩国等这一些这样没完没了的谈才太烦了，1轮、2轮、3轮，要谈到什么时候？他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国家他们采用的策略就是开始拖延了，要等到中美之间谈出来，他们才要来定嘛。那因此，川普已经讲到说，那就我一次给你1口价，就是1个关税。那他所谓的公平可是他的任何加关税都是不公平的了。为什么？完全违反 WTO 的规定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带出来的，包括钢铁税、包括汽车税、包括对等关税已经扣10%，这个都已经是不公平的。而且呢，他跟日本谈得很明白说，这3样东西都不会减。
所以我跟你日本谈也顶多就是谈14%的这个部分。那你各位想想看，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平的谈判。那对川普来讲，要用一口价来定这些所有的协议，对中国大陆来说，就说你们这些国家，因为你看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谈的第3点里面，就是你妥协、你认输，你得不到美国人的尊重，是你要有骨气。中国现在就是跟你争取时间，所以你们要有骨气，不要去同意川普的高压的胁迫。我觉得这个谈判啊，这个时间点挑得非常的精准。而且也会让贝森特在第一时间里面，他显得很被动。来，那个川普虽然嘴巴很硬啊，说都是人家在找他，但是从整个态势很明显，谁找谁，我想非常清楚。那你看，川普虽然话讲得很硬，可是贝森特反而开始趋于保守，他开始讲话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硬了。那他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其实双方与其说是去瑞士谈判，不如说双方是重新破冰见面而已。我觉得不会谈什么东西，大概就是先缓和一下彼此之间的情势，因为美中之间要谈没有这么好谈了，双方歧义实在太大。你看美国现在跟日本、韩国、欧盟都到现在没有办法获得协议了，何况是跟中国大陆，所以这有得谈了，慢慢谈吧。那双方其实也是看各自的对方的发展，然后各自在攻防。我觉得这个都现在只是重新开始而已啊。那现在对川普来讲，时间其实对他越来越不利，因为美债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然后他自己国内的状况也越来越不妙。那国际整个局势看起来，美国对国际局势的掌控也开始失控，所以我觉得几乎所有的面向来看，川普都没有掌握什么有利的筹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是觉得川普大概也不会想说急于在现在目前眼前这个阶段去跟中国大陆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议，他大概也是先看一看局势再说吧。那只是我觉得美方到现在还是把那个讲出一种很好笑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要跟中国大陆脱钩啊，只是这个晶片啊、半导体啊这些东西药品我要带回国内制造。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嘛，就是我有得赚的或者对我有利的东西，我要继续做，但是对我不利或者你可能追上我，我就要跟你切断，我就不要让你得到利益。那如果你是采这种立场，那人家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嘛，那就是到最后就是谈崩嘛。所以如果美方一直持续的是用这种态度的话，我认为这个谈判恐怕半年1年都不见得能够达成协议。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以现在的压力山大的情况下，我认为美方态度会开始趋于软化，而且恐怕时间不会太久，因为对美方来讲，这个压力会迅速的累积，对他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其实现在美国的主要媒体对于川普的作为经常都给他算是酸他、扯他后腿，或者是有一点在讽刺他。包括《纽约时报》这个老牌的媒体就说，川普经常会放话，说什么最近又有空前重大的消息吊胃口。有时说这是川普招牌的操纵媒体的手法，他要用这种方式放话来吸引还有留住媒体的注意力。可是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新闻，骗你说我有重大消息，可是根本就 nothing，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川普才上任没有多久，才3个多月，其实媒体已经不买单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加拿大。加拿大新任的总理卡尼来到白宫跟川普见面，两个人看起来表面上很礼貌，可是也是不断的在交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标题：礼貌性的交火。包括记者一直问说，这个川普先生，你是想要并吞加拿大吗？还有包括关税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卡尼他就提醒川普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川普就回敬说，我们美国不需要你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钢铁，我们美国没有理由补贴加拿大，同时呢也不会豁免加拿大的关税。我们来看看两个人过招的经过。You have said that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Were you chosen? No. Well, I still believe that, but you know, takes two to tango, righ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ever.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有些地方是不卖的哦，虽然你是房地产商，川普是靠卖房地产起家的，有些地方我们不卖哦。川普说 never say never， 永远别说不可能哦。其实真的是针锋相对，虽然看起来表面上的情况没那么紧绷，可是真的哦，两个人其实你一句来我一句去，是没有像是泽伦斯基那样子的剧情啊。因为泽伦斯基上次是被羞辱，卡尼稳住跟川普的会面大戏。老板讲了，加拿大不卖呀，我跟加拿大队的老板们碰过面，他们说这支球队不会卖，永远不卖，但只要合作就有机会，联手就有无限可能。加拿大也知道啊，需要跟美国有一些合作，可是你要卖不可能，那未来几周还会谈判。我们来看看中国跟欧盟的关系，现在开始回暖了，因为两边这个所谓的建交或者是这个交往50周年前夕我们看到包括习近平拍了贺电，那贺电的内容感觉是剑指美国哟他说中欧要坚定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单边霸凌，携手应对全国性的挑战。我们看到其实欧盟也有准备，他们准备了价值大概1000亿欧元这样子的钱，说我们到时候如果你美国跟我们谈崩了，我要对你的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欧盟过去跟美国多好啊，可是人家还是有武器在手上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也在布局，说好吧，那欧盟作为这个世界的第3大的一个算是在这个经济体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嘛。那我们呢建交50周年，我欢迎你们2位领导人来中国举行会晤，包括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你来吧我们来谈一谈那就媒体就这样讲了，要归功川普。本来欧盟跟中国的关系过去一阵子大家知道很紧张很紧绷，那现在呢北京宣布中国跟欧洲议会同步取消相互的交往限制，因为过去大家众所皆知中国大陆对欧洲的几位议员其实是有这个制裁的那现在呢看起来误会兵事了，因为有更大的目标来了。习近平致电贺梅尔兹当选这个德国的总理说中德应该要携手抵御疾风骤雨。谁是疾风，谁是骤雨大家其实也都很知道。那另外中俄2个国家现在战略上看起来越来越紧密了习近平出发要到俄罗斯参加第2次世界大战80周年的这个纪念在这个俄罗斯是胜利纪念日那他们要谈什么呢？北极航线的开发。俄国专家还说，习近平跟普京将聚焦金融物流，确保双方银行金融的支付顺畅进行，还有共同开发北极的航道。那你看到欧盟从2027年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嘛？那多的天然气要卖给谁呢？普京还有习近平8号要讨论能源合作，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管线，就是天然气的管线可能要通到中国这件事情。而另外呢，他们会签署联合声明，还有1对1的喝茶所谓的高峰会2个人就会进一步深化关系，还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结束之后呢，要向媒体发表声明。那所谓的1对1的茶叙会讨论2国合作之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也要回敬今天习近平到俄罗斯去，那8月份的时候，普京会到中国去访问，因为8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对日抗战纪念日的活动，普京会来所以2国越来越紧密了，委员。所以川普现在叫四面楚歌嘛，面对美国的国内数据对他都不利，他所提出来的关税政策根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是背道而驰。而他基本上提出来要让俄乌能够停战的支票也没有办法兑现，而且好像俄乌之间的情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恶化。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关税经贸的谈判上面，面对的最主要的对手中国，他又处于一种
节奏被人家掌握，非常被动的不利的局面。那么其他的跟他谈判的几个对象，刚才我讲过的日本跟韩国的情况，现在连我们大家说已经好像对美国已经跪下来屈服的印度，莫迪也是个老狐狸呀，他也只是接触而并没有协议呀。基本上印度还有很多条件要提出来，而昨天卡尼跟川普之间的谈判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你从这里就看出了他跟原来的布鲁道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布鲁道就是这个奶油小生，他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川普这只老狐狸。可是当川普遇到了卡尼的时候，你发现了卡尼的优势展现出来了。卡尼不是一般的像奶油小生一样嘛，他过去做过加拿大的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见过多少大风大浪，他处理过多少的危机，所以你看他的 EQ 情商非常的好，不像泽连斯基3-2句话就被激怒了。所以卡尼谈笑用兵嘛，他基本上他告诉你，一个球队可以跟你合作，但是我球队不卖呀，我球队的老板不让我卖呀。球队的老板是什么？他刚带领自由党打败了，奇迹式的打败了保守党，那么继续连任他的总理的位置。他的老板不就是加拿大的人民吗？是，而且加拿大手里头他还有3382亿美元的美债呀。他都还没有动啊！你要知道哦，卡尼本来就是金融高手，他如果要跟你玩美债的话，以他手里头加拿大的3000多亿美元，他可以玩死你川普啊，让你川普在6月一直到今年的年底，你都没有好日子可过。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报复性关税的版本，在那个地方等着你来。好，大家再来谈欧洲。欧洲没有错，它仍然是亲美的，可是欧洲的亲美，它是亲民主党的美，它不是亲川普的美，所以它基本上它跟川普是格格不入的嘛。而这一次，中国很聪明的结合次要敌人他主要敌人，所以跟欧盟之间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随风而去。所以很多过去他制裁欧盟里面的政治人物，现在都解套啦。那欧盟也懂得，所以冯德莱恩就准备要到中国去访问嘛。他对中国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因为他知道打中国牌是有用的，打中国牌是可以威胁到川普的。再加上你知道，就美债这个项目来说，整个欧盟的国家，像是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挪威，我把他们加一加，他们手里头握有的美债超过2万亿美元呐，比日本还多1倍啊！所以你说他们若真的要玩你川普的话，那你川普吃不了兜着走啊！再加上欧盟其实在川普对他们课钢铁跟铝的关税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报复性关税的版本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盟他懂得如何打中国牌，跟中国结盟。好，那再来谈就是俄罗斯的问题了。俄罗斯是中国的老朋友啊，在俄罗斯过去被美国被拜登强烈制裁的时候，谁雪中送炭帮他渡过难关？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忙，那俄罗斯早就已经垮台了。所以普京知道嘛，所以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是越来越强化。这一次习近平到莫斯科去，他不但是去参加这个俄罗斯的卫国战争80周年反法西斯的这个庆典跟大阅兵，而且他是以国事访问最高规格的方式到莫斯科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习普会，那么基本上就是谈中俄之间的合作，不是你川普可以在里面挑拨离间，想要去搞联俄制中的
他告诉你不可能联俄制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中俄之间的合作还会升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川普焦不焦虑？他不焦虑才怪。赖老师，习近平这次到俄罗斯访问因为今天就出发了，而且会在俄罗斯待4天。这个是国际间的，一定是热门的新闻。我想明天当他开始跟普丁的茶叙会谈开始，然后到很多的晚宴然后一直到阅兵式的整个展开，一定会是全世界的新闻的热点这个一定是一个想当然尔的事情。而且这一次跟10年前一样，因为10年前习近平到俄罗斯去访问的时候，也带着他的3军1队去了。现在是80周年的反法西斯抗战的胜利的纪念日，3军1队也过去了。你看在这段时间，在新闻热搜里面，中国大陆的3军1队已经成为各地的新闻的热搜的重要的之一了。不管是在越南，或者是在莫斯科做彩排的时候它都已经上了最大的一个新闻版面。所以很明显的，从今天一直到这个第4天。整个新闻的焦点都会放在中俄的领导人的一个会谈，这个对于这个川普来讲的话，这个嫉妒到不行这个内心里面真的是又嫉妒又恨又爱那他也很想去嘛，对不对？但是去不了的话，他就故意在这个时候放话说，我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大的消息，可是马上就被《纽约时报》酸了，说哎呀，你这放养的孩子老是说大话。到最后根本，难道你要并吞这个格陵兰了？你要出兵打格陵兰了？那不然的话，你说跟关税无关、跟经济无关的最大的消息，那就是并吞格陵兰嘛，要不就是并吞这个加拿大嘛。那你也拿不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看从明天开始，我们可能都在谈有关于习近平到俄罗斯访问的事情的，全世界也都在谈这个事，因为他们要谈的里面有几点。也就是有关于谈到的金融的问题，因为中俄之间的贸易已经升高到2400亿，而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能源的问题。能源的问题，你怎么样去绕开美国的监管，绕开 SWIFT？ 其实中俄之间会建立起一个数位化的金融体系。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对在金砖加这个部分跟上海合作组织会推广的。我觉得这次的谈判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卡尼在这一次的表现，其实很多加拿大人忐忑不安，但是我觉得卡尼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且卡尼等于是当着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公开的而且也在这个川普的面前，其实有点羞辱他了。你这个搞房地产的，对，其实这句话是，他已经是美国的总统了，可是他并不跟他讲说总统阁下或是什么，他说你知道你是搞房地产的，我们讲搞房地产的这个跟搞科技业的是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他会说，我不是搞房地产，我是搞科技业的我是搞科技业的，那就代表我的企业集团的经营那是高技术你搞房地产的是炒地皮的嘛那种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卡尼在这个地方节骨眼的时候，他的讲话其实是有酸川普的味道。这个跟这个意大利的总理讲这个川普是异曲同工，但是意大利的总理本来是想讨好他，他说你是做生意的，对你是生意人。那这句话其实川普听起来那天就变脸了，很不爽了但是卡尼更狠你搞房地产的那是更狠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跟卡尼的对话中没有占任何优势，然后结果他就说永远，因为你也知道这是英国人的英语的口头禅，就是说永远不要说never say never say never， 对，就是。但是卡尼就说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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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他讲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交锋，而卡尼的表现确实不错。没错，来，彬哥，这个川普到底要不要宣布什么空前重大的消息？纽斯其实有讲，他说可能要把波斯湾改名叫阿拉伯湾。这叫重大的消息。这不是这到底在干嘛？不知道，但他不一定是真的啦。我觉得纽斯现在有点对川普也是嬉笑怒骂，就是你大概就宣布类似这种垃圾讯息吧。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他自己正在把自己带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步。老实讲，
卡尼不管怎么样来者是客，对你当着媒体的面，其实我讲句实在话，你当着媒体的面直接去跟人家谈对方国家主权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事没情。礼貌。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不只会再度引起加拿大人的愤慨，美国人民也不会挺川普，因为这过度羞辱人嘛，这个是不像话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川普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糟，然后整个对话过程中，其实反而让自己变成一个小丑的角色。其实我真的觉得川普脑袋这个洞还不小，还是蛮大的。那我觉得连续2任美国总统都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第一个就是拜登把俄罗斯跟中国推在一起，这个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致的事情。可是拜登真的就这样干。那拜登干完之后呢，现在川普更妙，他把欧盟跟中国大陆推在一起，这到底在干嘛？所以本来再来说，欧盟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啊，结果你现在逼着欧盟不得不赶快去化解他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在积极酝酿，你看他连冯德莱恩都邀请他，你再来啊，没关系。对啊，这就表示他显然中国大陆想要借这个机会，让他中欧之间关系更进一步。那请问一下，川普，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等于把你的敌人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来对付美国，这到底是什么鬼？我实在搞不懂。然后现在欧洲说他2027之后要永远不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要从美国进口。欧洲真的要这样干吗？美国的天然气是俄罗斯的大概5倍左右的价钱，那欧洲的成本大增到这种地步，以后你的产品还有什么竞争力？这个恐怕比关税还要严重。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个欧洲哦。这有的时候脑筋不清楚，我认为2027的时候恐怕未必会全部不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恐怕还是继续使用。好，今天最大的国际新闻可能是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开战了，大家很担心，可是它发生了哦。我们看到印度在今天凌晨对巴基斯坦发动了导弹攻击，透过画面我们来看看哦，造成了巴基斯坦跟巴基斯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至少有8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还有2个人失踪哦。你看到在夜空里面啊，这个导弹引起的火光哦，让大家觉得很害怕。那印度的军方是这样讲，他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巴基斯坦以及他控制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的据点哦，因为4月22号哦，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恐怖袭击，所以他是说我要打击这些恐怖分子，哈，我没有要这个打你平民，还有经济区或者是军事目标。可是的确啊，两边打起来了哦。巴基斯坦说我要自卫啊，所以我要击落你们的战机。看起来哦，真的成功了哦。我们看到呢，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还有一架苏凯30战机，以及一架苍鹭的无人机都被打了下来哦。巴基斯坦的空军主力是什么呢？歼10、枭龙，还有红旗9的防空导弹。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2个国家手中都有核武器哦。那万一真的打到那个杀红眼呐，动用核武那还得了哦？我们看到印度也承认了有3架战机被击落哦。举白旗接受失败，希望战事就此终止。可是啊，外界其实还是非常担心，必须讲啊，包括印度炮击这个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哦，巴国其实民怨沸腾啊，民心哦，一些巴基斯坦人很生气啊，哦，巴基斯坦很生气啊，他说随时报复，包括他的国防部部长哦，就说报复已经开始了，我们会算账。好，那印度总理莫迪他发动这一次的攻击是为了巩固他国内的支持率。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美国过去作为世界警察，难不成你叫不动这些小老弟？难不成你没有办法维持世界秩序了吗？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事件发生之后说：“哎呀，我刚刚才知道，你赶快停手吧！”他自己就说了：“我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两边已经打了好几十年了，我只能希望事件很快能够落幕。”可是，在发生战争之前，其实巴基斯坦的外交包括外交系统啦其实有去跟美国求助啊，说不能让这个战争发生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外交部也有讲话说希望以和平稳定大局为重
那过去呢，我刚刚讲了，美国是世界的秩序维持者，某种程度是这样。那如今川普的反应好像凸显出美国它的影响力啊，还有约束力感觉都没有像过去这么好。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川普讲了，他说你们红海这些来往的船只、商船可以不用再担心受怕了，因为胡塞组织已经投降了，不会攻击你们商船了美国也停止轰炸也门了。这是川普跟大家说的好消息。可是呢，外界也在怀疑说这是胡塞投降了，还是说美国打不下去了呢？因为过去川普说他上任1天之内，俄乌战争就会落幕，可是到现在停战协议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好，我们再来看看中东，中东也一样川普上来之后说中东我上来就会很 peace 了，可是你看到纳坦雅胡你看到包括这个以色列攻击密集的攻击了一个地方攻击加萨的学校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过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地方是加萨中部布雷吉难民营的一处学校建筑结果以色列对这边发动空袭，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稀巴烂了，你还在空袭它，所以22个人死亡之后呢，里头至少有7名是儿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安置了很多很多的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是一片混乱了。你看到这些毯子啦像是这些布条他们已经生活很困难了，你还在往这边投炸弹，所以人们只能怎么样，在这个断垣残壁里头寻找生还者。这是美国，它能够维持世界和平吗？来，从前子刚才讲的3个战火纷飞的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霸权摇摇欲坠，美国所扮演的世界警察也快要镇不住了。我们先来谈今天凌晨发生的印巴战争。过去发生过3次的印巴战争，巴基斯坦都处于下风，可是这一次巴基斯坦是站在情理法的这方面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一开始4月22号所发生的恐攻事件，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办法证明那恐攻的对象、恐攻的分子他的背后就是巴基斯坦你没有办法证明而且极可能是你莫迪因为迁入大量的印度教的印度平民，以致造成的冲突引发的这种恐攻好，那另外一个更糟糕的是，从1960年为了解决印度河的用水的问题，双方就定下了印度河的用水协议嘛，这就是法的层面嘛。你印度还没有查清楚真相，你就可以把这个印度水的水源中断掉，然后让巴基斯坦整个农田的灌溉80%以上都受到波及。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就处于理亏的一方嘛，而且你自己不遵守现有的法律协议好，再者，刚才前子也提到今天凌晨攻击的时候，刚才讲说巴基斯坦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你要知道都不是军人，是平民。他攻击的是贫民区、住宅区所以站在情理法，印度都是在下风的这一边嘛。好，而这个战争一打出来，巴基斯坦早已经不是无下阿蒙。这一次，他不但有土耳其的资源，也有伊朗的资源，最重要的，还有中国的资源嘛。耿爽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如果俄乌战争的话，中国有介入的话，中国有帮俄罗斯的话，这个战争哪会拖3年多从这一次的印巴冲突不就证明了，这次就是中国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歼10C立下大功骁龙立下大功红79立下大功刚才讲到，印度的飞机不是3架，是6架，阵风就3架，然后苏30一架，米格29又一架，还有一个无人机。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了嘛，
你基本上印度现在他根本这个战争对他来讲，他现在莫迪心里一定很后悔。好，谈到胡塞武装，我就觉得川普这个人很好笑。停火就停火，你干嘛讲胡塞武装投降？你想想看，美国川普上台以后，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正式采军事行动，结果2个航母战斗群，然后还有他的超级大黄蜂从机库里面出来，然后掉在红海里面，多丢脸呐！这哪里像个世界霸主，哪里像个世界警察？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印巴今天开战了，大家看到标题吓了一大跳。印巴的问题啊，因为其实连西方媒体也都在质疑印度的指控，因为印度一直指控说是巴基斯坦的政府跟情报组织跟这个恐怖主义勾连，然后做的事情。可是西方媒体一直说，你一直指控的话，你要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嘛，或者是你要提出令人可信的证据，没有。然后巴基斯坦的处理其实是比较好。因为巴基斯坦说好，他第一时间是说由中俄各派代表团，因为他知道俄国跟印度的关系比较深嘛，比较密，那巴基斯坦跟他关系比较密，所以本来他主张是中俄派代表团调查团来调查，印度拒绝嘛，然后他说好，那就有联合国第三方那个公正代表团，印度也拒绝，这个就不合理了，因为很多国际都认为说，第三方为什么不能调查？你应该调查出来以后，如果你确实是跟跟巴基斯坦的军方或者是情报单位有关的话，你有反击权没有错。可是还没有调查，你怎么就开始打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全世界的舆论上，没有人站在印度这一方，几乎没有。好，那印度等于是孤立了。是中俄美事实上都介入，希望能够平息这场战火。是那很明显的，美国的影响力已经不像以前了。可是这次打，我觉得最主要的，我觉得会在军火市场会发酵。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战机啊，这次表现非常的亮眼。法国哈法的战机是4代半的战机，3架被击落对，这个未来我想中东的地区啊，因为现在在埃及有很多的航展嘛，我觉得在未来在中东地区，很多人会去关注中国的军火市场的。是没有错。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印巴过去发生过4次战争印度是3胜1和，所以印度大概觉得自己胜券在握，所以就有点过度轻视巴基斯坦，然后这一次就付出代价。那本来印度是不会认他战机被击落，但是没办法不认，因为巴基斯坦连残骸都公布，那残骸公布里头，那个残骸上面直接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是那个就是标风战机的供应商帮他做的那个过滤器。所以你的战机不被人家打下来，巴基斯坦不会有这个过滤器啊，所以就被人家认出来。那当然，我个人认为标风战机本身并不是那么差的战机，恐怕是印度这边过于拖大，他可能并没有想到巴基斯坦会直接回击。那当然，目前你知道这场战争现在最立即的影响是什么？你知道，成飞股价暴增。然后达收公司股价暴跌，因为大家觉得说应该是歼10C1打下来的，对。可是实际上到底是谁打下来，目前不知道。